同时，欧盟还加紧对俄制裁。欧盟成员国周三批准了最新一轮对俄制裁草案，其中包括备受外界关注的对俄石油设定价格上限。最新一轮对俄制裁将禁止超过价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通过海路运输至第三国。由于全球海运服务业市场由欧盟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垄断，一旦俄罗斯的石油价格超过欧盟设定的上限，俄罗斯的石油卖家可能将难以寻找到愿意为海运担保的保险服务商。不过，最新对俄制裁也让欧盟内部分歧进一步凸显。希腊等较为依赖海运收入的国家希望获得豁免，外界还担心强行推动新一轮对俄制裁，不但无法解决欧盟当前面临的高通胀、能源供应紧张的问题，还可能进一步加剧欧洲内部的社会经济危机。国际原油价格近期虽有调整，但仍居高不下。为提振国际油价，周三举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部长级会议决定，将原油日产量大幅削减200万桶，这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欧佩克加最大规模的减产。决定公布后，美国白宫方面对此表示遗憾。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发表声明称，拜登总统对这一短视决定感到失望。美方还宣布，在总统拜登的指示下，能源部将在下个月从战略石油储备中再向市场提供1000万桶石油。美国通胀高烧不退，石油价格近期再次开始攀升。此时距离美国关键的中期选举也只剩下1个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这构成了白宫极力避免的政治风险。而欧佩克加此时宣布重大减产计划，将给拜登政府带来严峻挑战。《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此举会帮助俄罗斯在特别军事活动期间充实国库。这种玩法典型的趁你病要你命。尤其对欧洲经济雪上加霜，对于欧洲这样的最大的能源用户来说，在禁用俄罗斯的油气之外，如果随着欧佩克加减产所造成的能源价格高企，将会进一步打击经济，尤其是对社会安定造成影响。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欧派克将于下月起每日减产200万桶原油一事，您怎么看呢？我注意到有评论认为，由于部分欧佩克加产油国的实际产量已经低于配额，所以欧佩克加这一块的决定并不会对全球原油供应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在国际油价仍然处于每桶80美元左右高位，以及全球通货膨胀仍然居高不下的时候，欧佩克加宣布仍然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无疑将会引发众怒。首先我们知道，拜登自从上任以来，在内政以及外交层面面临的最大，同时也是最为棘手的危机，就是国际油价高涨，导致美国通货膨胀处于40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久前拜登甚至不惜拉下老脸，亲自上门去求着沙特增产。而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加却不仅不增产，反而宣布要大幅度减产，这就不仅是不给面子的事情了，简直是朝着拜登的脸上吐口水了。因此，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加跟拜登本人之间的这个梁子算是接下来了。那么其次，我们知道下个月美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而油价高企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是执政民主党面临的最大难题。假如民主党因此中期选举失败了，那欧佩克加跟民主党的梁子也算是接下来了。第三，当前通货膨胀不仅仅是美国的难题，更是整个西方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欧洲还正在为油气资源的供应问题而跟俄罗斯扳手腕。为此一些欧洲国家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游行示威与罢工抗议浪潮。因此，欧佩克加的这个行动无疑会让西方国家的经济民生处境更加雪上加霜，他们跟西方国家的这个梁子也算是接下来了。除此之外，欧佩克加的这一举动也将会在全球所有石油进口国以及石油消费者中间引发众怒。因此，我个人认为，在全球通胀水平居高不下，以及全球经济正处于风声鹤唳的情况下，欧佩克加没有与全球共度时艰，反而采取了雪上加霜的减产动作，这实际上是不太明智的。
它不仅仅是赤裸裸的操纵市场、控制油价行为，而且等于是在杀鸡取卵。因为全球经济一旦因此而陷入大衰退，整个世界对石油的需求量将会长期萎靡不振，同时也将会有更多的国家转向生产清洁能源，这些都是不利于欧佩克家长期发展的。对于欧派克家减产原油，白宫官员气急败坏，称这代表全球最大的产油国正史无前例的联手帮助俄罗斯。那么您对此有何评论呢？记得在早前的评论中，我曾经说过，正在进行中的俄乌冲突实际上是一场人类的世界大战。表面上看来，在战场上进行厮杀的仅仅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两方，但事实上它的本质其实是一场世界性的超限战争。在俄乌在战场上用真刀真枪杀得天昏地暗的同时，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并没有闲着，他们分别以信息战、情报战、经济战、金融战、高科技战的方式卷入到了其中。而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经济战与金融战的核心，其实就是要掐断俄罗斯的经济命脉，打掉俄罗斯的经济与军事造血能力，而核心中的核心其实就是要阻止俄罗斯的油气资源出口，或者至少要将俄罗斯出口的油气资源它的价格限制在一个相当低的价位上。为此欧盟已经通过了新一轮的对俄制裁方案，以对俄罗斯销往第三方国家的石油设定价格上限。那么在俄罗斯与西方正为油气资源出口而进行了激烈扳手腕的时候，欧佩克家却伸手帮了俄罗斯一把，这无疑会让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盟的所有努力前功尽弃。而尤其让西方国家不能忍受的是，当西方国家正在全力在外交层面孤立俄罗斯的时候，欧佩克家居然还邀请遭到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副总理兼能源部长诺瓦克出席昨天的减产大会。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俄乌冲突的爆发，当前整个西方国家已经将俄罗斯当成了自己事实上的敌人，因此白宫官员指责欧佩克家帮助俄罗斯，实际上就暗含着要将欧佩克家成员国划入敌对阵营的意思在里面。那么针对欧派克家减产，接下来拜登政府会有什么大招吗？我认为至少从目前阶段来看，由于知识体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在俄乌冲突仍然在激烈的进行中的情况下，拜登政府还不会采取激烈的手段来收拾欧佩克家。对于拜登政府来讲，他们眼下的当务之急仍然是消除欧佩克家宣布减产之后给美国国内经济民生以及政治，尤其是中期选举带来的巨大冲击。为此拜登政府已经收回了早前宣布的不考虑再度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决定，而是改为了从下个月起再度释放1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拜登政府将会从此就放过了欧佩克家。我认为既然双方的梁子已经结下了，等美国中期选举过后，以及俄乌冲突接近尾声之后，拜登政府一定会腾出手来收拾欧佩克家。美国可能的报复措施包括，一个是大幅度提升美国国内页岩油气资源的开采量，以彻底摆脱对欧佩克家的依赖，同时从市场层面来让欧佩克家企图将国际油价始终维持在高位的幻想给打掉。二是让美国的司法机关对欧佩克家启动反垄断调查与诉讼，并对其进行长臂管辖。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美国与欧佩克家之间早已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此他们的斗法将会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秩序与安全格局。由于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是欧佩克家的主体，而这些国家在安全上又依赖于美国的保护，也就是欧佩克家通过用美元结算的方式维持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帮助美国巩固住了钱袋子，而美国则用枪杆子帮助欧佩克家保障了石油生产的与输出的安全。而在美国与欧佩克家斗法，甚至是有可能要撕破脸的情况下，这一格局势必会受到冲击。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